我的炸鸡店用料干净卫生，可一名顾客却非说在炸鸡里吃出蛆，硬逼着我赔偿2000块钱。我不愿事情闹大，客气的上前解释，他却以为我怕了，拍下视频煽动网友网暴我店铺。次日，我被铺天盖地的投诉通知淹没，整个店铺也被关停调查，顾客却慌了，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什么破店，在炸鸡里吃出活蛆，恶心的吐了，要求店主10倍赔偿。平台投诉通知下面附了段视频，炸鸡盒里清清楚楚有几条白虫子在那儿爬，那是半小时前刚送出去的一份香辣炸鸡套餐。说真的，我家的鸡肉都是每天清晨从一级批发商那儿拿的鲜货，有正规检疫证明，有用的是品牌桶装油，每天必换。后厨从手套口罩到操作台地面，每小时消毒1次。别说活蛆，我在后厨连一只苍蝇都没见过。我赶紧点开顾客的聊天框，手指紧张的直发抖。我跟他说我家卫生标准很严，现炸现包全程无菌，绝不可能出这种事。问他是不是搞错了，他秒回，语气特别冲，搞错？你的意思是我自己放进去的？紧接着平台客服的通知就来了，说已经收到投诉，让我24小时内跟顾客协商赔偿，不然就强制退款，还要扣我500块保证金。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我从一个街边小摊熬到现在30平的小店，8年了，全靠干净好吃攒下的口碑。现在有人就凭一段视频就要毁了我所有的心血。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那个顾客的电话，电话通了，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尽可能的让语气温和些。您好，我是炸鸡店的老板，关于您说炸鸡里有你妈！他直接打断我，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骂我想赖账，说我们做餐饮的后厨比厕所还脏，用地沟油僵尸肉，还放狠话，今天不给个说法，就让你在这片混不下去。我强压着火气跟他说我不是想赖账，就是想弄明白炸鸡从出锅到他手上全程密封，怎么会出这种事。他嗤笑一声，说我是在说他讹人。少跟我来这套，我吃你家炸鸡吃进医院了，现在还恶心着呢。要么现在立刻给我转2000块钱，要么我把视频发到所有本地群和抖音上，让你这破店彻底关门。2000块啊，我1个月的纯利润也才几千。我声音都在抖，一半是气的，一半是委屈。我说我店里有全程监控，可以给他看，从腌肉到出锅绝对干净。我去看你妈的监控，谁知道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专门应费检查的？老子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被他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8年了，我每天5点起床去市场，晚上12点才拖着一身油烟味回家，手指被热油烫过无数次，腰也因为常年站着落下了病根。我这么拼，不是为了被人这么踩在脚底下羞辱的。我没做错，我不会给你钱。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嗤笑。行啊，有骨气，你等着。电话啪的一声就挂了。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平台的提示音又响了，说顾客投诉已经升级，根据他提供的视频证据，初步判定是我的责任。还是那套话，24小时内不协商就强制退款扣保证金。一段视频就成了给我定罪的铁证。我立刻打了平台客服的电话，等了好久才接通一个毫无感情的女生。我跟她说我要申诉，有人恶意投诉敲诈我，把事情经过快速说了一遍，重点说了对方张口就要2000块的事。客服听完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语气。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根据平台规则，顾客提供的实物视频是处理客诉的核心依据。我急了，说那视频是伪造的，是栽赃。他说平台无法判断视频真假。这一刻我彻底愤怒了。你们凭一段视频就判定是我的责任吗？你们不调查吗？不联系顾客核实吗？他还是那套，说顾客情绪激动，建议我先安抚，积极协商。我几乎要吼出来，问他怎么协商，给他2000块。他说这是我和顾客之间的事，平台不干涉。我又问，如果我不赔，就要扣我保证金。是的，先生，这是平台规定。又是规定。挂了电话，我一屁股瘫坐在后厨的板凳上，我拉下卷帘门，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店里。手机屏幕亮着，商家后台显示我的店铺评分已经从4.9掉到了4.5。那条投诉下面已经有好几条跟风评论了。我操！这家店这么恶心，还吃出蛆，我昨天才点过，怪不得我说他家鸡肉味道有点怪，原来是用的烂肉。已拉黑，再也不会点了。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我不甘心。我打开后厨的监控，把关键的几段截了下来，连同今天早上拍的食材视频、我的健康证、营业执照，还有市监局上个季度的卫生检查报告，所有能证明我清白的东西，我全都打包发给了平台客服。1分钟后，客服就回复了：尊敬的商家，您提供的材料我们已收到，但根据平台规则，内部监控录像等自证材料无法作为评判依据，核心依据仍为顾客收货时提供的视频。请您尽快处理投诉，避免影响店铺正常运营。我顿时呆住了，他们连看都没看吗？还是看了，却选择无视。我追问，说你们可以派人来实地核查，可以联系顾客，把那份有问题的炸鸡拿回来当面对质。客服说抱歉，外卖餐品离店后，平台无法判定责任归属。顾客的视频有法律效力。我又问，如果顾客是伪造证据呢？请您与顾客自行协商。又是这句，我感觉自己的理智正在一点一点崩塌。我攥着手机，说什么也不愿就这么认栽。我一遍又一遍地打平台的人工客服，每一次都是漫长的等待，然后是不同的工号，说着一模一样的话术，让我跟顾客协商，说这是平台规定，再不处理就要降权限流，甚至暂停接单。这对话就像个死循环。我问他们，如果顾客是恶意伪造证据敲诈商家，该怎么办？你们管不管？电话那头的客服沉默了好一会儿。先生，我们平台只负责处理客诉，
不负责甄别顾客的行为是否恶意。如果您认为对方涉嫌敲诈，建议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法律途径，为了这2000块钱，我去请律师，去起诉。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哪一样是我这个小本生意人耗得起的？对方就是拿捏准了这一点，才敢这么肆无忌惮。而平台这个本该当公正方的，却把所有的责任和风险全推给了我们这些最弱势的商家。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是本地一个美食探店群，有人发了个短视频，视频里那个男人正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兄弟们，千万别吃这家老陈炸鸡，我吃出蛆了，老板还骂我拒不赔偿。大家看看，这就是证据。镜头一转，对准了他手里的炸鸡盒，那几条白蛆在灯光下格外扎眼。视频下面的评论已经炸了，有人说儿子最爱吃他家鸡米花，要赶紧带去医院检查。还有人说我看着挺老实，没想到这么黑心，喊着要抵制我，让我关门。没有人质疑视频的真假，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更没人会去想什么蛆能在300度的油温里活下来。在这种爆炸性的新闻面前，我8年攒下的口碑一文不值，我成了他们眼里的黑心商家、过街老鼠。我关掉群聊，开启直播软件，当着网友的面反手拨通了电话。你好，我要报警，举报我自己。我用腐烂变质的鸡肉做炸鸡，欺骗消费者，请你们上门调查。接线员听完我的话，愣了好几秒，我没等他反应过来，直接说：我的店在天河路16号，叫老陈炸鸡，我请求你们立刻出警，来我的店里进行搜查，封存所有食材，查明真相。如果查出来我的肉确实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关门坐牢。我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的食材没有问题，那么就是那个投诉我的顾客在恶意栽赃、敲诈勒索。接线员很快记录了我的信息，说会尽快派人过来。我开着直播，弹幕瞬间炸了，全是问号。还有人说我疯了，是自杀式袭击。我没理他们，把镜头对准后厨，对准我刚擦的锃亮的灶台，对准冰柜里新鲜的鸡腿，还有那桶清澈的食用油。我对着镜头说：所以我请警察来查，请全网的网友来看，看看我陈默到底是不是在用腐烂的鸡肉做带蛆的炸鸡。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点沙哑。直播间的人数从几百一下子飙到了上万，弹幕也从质疑变成了支持。那个投诉我的王硕还在群里艾特我，说我吓唬人。我没回他，因为我已经听到了警笛声。我走到门口，打开店门，红蓝交替的灯光一下子打在了我脸上。来了2位帽子叔叔，一老一少。年长的那个看到我举着手机，眉头皱了皱。帽子叔叔问我是不是报警人，为什么还在直播？我说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处理过程，要一个公开透明。他没再说什么，走进店里环顾了一圈，问我有没有用腐烂鸡肉的证据。我指了指后厨。小帽子叔叔进去检查，打开冰柜看鸡腿，还用手捻了捻锅里的油。老帽子叔叔则看着我，问我是不是报假警。我摇摇头，把投诉截图、王硕的威胁信息，还有他发的抹黑视频都递给他看，告诉他我百口莫辩，只能用这种方式请他们来做见证。老帽子叔叔看完材料，脸色严肃起来，问我王硕是不是联系不上了。我点点头，说我报警之后他就把我拉黑了。老帽子叔叔说他这是做贼心虚，然后他告诉我自己证明自己干净说服力不够，建议我联系市监局做全面检测，那份报告才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放心，只要你是清白的，没人能冤枉你。警察走后，我立刻拨通了12315，说明情况，预约了市监局的上门检测，等待的时间特别煎熬。店门外还有路人指指点点，直播间里网友们一边帮我出谋划策，一边骂王硕和不作为的平台。就在我以为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后台弹出了一条新通知，平台说因为我店卫生问题引发多起投诉，要扣我500保证金，限制线上接单72小时，即刻生效。他们甚至不愿意等市监局的报告出来。我8年的心血，全家的生计，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串代码。我冲出店门，打车直奔平台的线下服务中心，我要当面问问他们凭什么。服务中心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我冲到前台报上店铺名字，前台说不接待线下到访，所有问题线上申诉。我把手机拍在前台上，说线上申诉有用我就不会来这里了，我要见负责人。前台说负责人在开会，我说我等。然后2个保安走了过来，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让我不要影响正常办公。我看着他们冷漠的脸，还有大厅里来来往往衣着光鲜的员工，心里一阵绝望。我被请出了写字楼，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世界抛弃的狗。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所有人都来欺负我？我没有放弃，回到店里，我重新打开了直播。镜头里，我双眼通红，告诉网友们平台把我店封了，保证金也扣了。我去他们公司连门都进不去。直播间的网友比我还愤怒，有人说要众筹给我请律师。就在这时，消失了半天的王硕又冒了出来。他在本地一个几十万粉丝的抖音号上发了新的抹黑视频，视频剪得特别煽情，他脸上挂着泪痕，一边说一边干呕，说我拒不负责还威胁他。视频很快就发酵了，我店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来吃饭的，是来看热闹的。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对着我的店铺指指点点，一个大妈甚至冲到我门口，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黑心商家。我感觉血液一下子全涌到了头上，我再次拨打了110。警察同志，那个敲诈我的人现在正在网上散布谣言，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挂了电话，我看着店门口那些麻木、猎奇甚至幸灾乐祸的脸，看着一屋子还没卖出去的新鲜食材，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一辆印着市场监管字样的白色面包车停在了店门口，车上下来3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为首的李科长表情严肃，问我是不是陈默。我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说欢迎检查。我打开了店里所有的灯，打开了后厨所有的门，直播镜头全程跟着，他们拿着手电筒照遍了后厨的每一个角落，戴上白手套擦拭操作台和抽油烟机，手套上一尘不染。打开冰柜检查每一块鸡肉的生产日期和检疫合格证，用专业试纸检测锅里的食用油，还抽取了鸡肉、面粉、食用油的样本，说要带回去做进一步化验。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小时。店门口的围观群众越聚越多，直播间的人数突破了10万，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等一个结果。检查结束后，李科长走到我面前，拿出一份表格。陈默，经过我们现场检查，你的店铺后厨环境应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餐应具消毒均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也就是说，你的店是干净的，不存在滋生蛆虫的卫生条件。说着，他把卫生检查合格告知单递到了我手里。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双手都在发抖。这是我的清白。我把告知单高高举起，对准直播镜头，告诉所有人，市监局给我证明了我的店是干净的。直播间里弹幕像火山一样喷发。我立刻把这份报告拍照，上传到平台申诉后台。几分钟后，客服回复了，说这份报告只能证明我检查时卫生合格，无法证明顾客收到的餐品离店后无问题，处罚决定维持不变。我看着那行字，心又一次沉入了谷底。官方的证明，在他们冰冷的规则面前一文不值。我一个守法经营的小商贩，在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面前，竟然如此无力。我没有回复平台，只是把市监局的报告和平台刚刚的回复并排放在一起，展示在直播镜头前。我什么都没说，但直播间里15万网友替我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了。愤怒的评论像潮水一样涌向平台的官方微博和 AP 评论区。炸鸡店老板自证清白，被平台无视这个话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上了热搜。直播间里，一个自称程序员的网友让我把王硕的抖音账号发出来，说要帮我查查他。然后一个惊人的发现让整个直播间都炸了。一位在另一家餐厅做老板的网友发了一张截图，我靠，这个人上个月也用同样的理由敲诈了我500块钱。紧接着第2个、第3个，越来越多的餐饮店老板在直播间里现身说法，他们拿出的证据如出一辙，都是吃出异物，都是索要赔偿，主角都是王硕。短短1个月，他用同样的手法敲诈了至少10几家店。他根本不是普通消费者，他是一个职业的恶意敲诈小商家的惯犯。真相大白后，王硕慌了，他注销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但已经晚了。无数网友自发地将这些证据截图、录屏，疯狂甩治安局和各大新闻媒体。外卖平台也终于顶不住压力，给我打来了电话，是他们的城市经理，语气卑微到了尘埃里，一个劲的道歉，说立刻撤销处罚，恢复我的店铺，求我让网友们停下来。我看着直播间里已经飙升到30万的在线人数，冷冷地笑了。现在不是我让不让停的问题，我把所有网友扒出来的证据，王硕敲诈其他商家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连同市监局的报告，我自己的监控，打包发给了老帽子叔叔。老帽子叔叔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说证据都收到了，王硕性质太恶劣，立刻对他进行传唤。有了确凿的证据，治安局的行动雷厉风行，但王硕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治安局发布了协查通报。王硕的视频出现在我们市所有的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上。1个小时后，有人在临市的火车站认出了他，他当时正戴着帽子和口罩，准备检票上车，被2个便衣按在地上的时候，他还在挣扎。你们抓我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直到老帽子叔叔把厚厚一叠证据摔在他面前。王硕，看看这些，眼熟吗？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面对审讯，他一开始还百般狡辩，说自己就是运气不好，总能吃到不干净的东西。老帽子叔叔没有跟他废话，直接播放了我后厨的监控录像，清晰的画面记录了那份炸鸡从出锅到打包的全过程。然后老帽子叔叔又拿出了另一段视频，是我店门口斜对面一个商铺的监控。视频里，王硕拿到外卖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子，往餐盒里倒了些什么，铁证如山。王硕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王硕全招了。他承认根本不是吃出了蛆，那些蛆是他提前从网上买的，专门用来钓鱼的。他本以为面对活蛆这么恶心的东西，我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乖乖掏出2000块钱，顺便把我店的名声搞臭。他还交代，用这种方法，他已经成功敲诈了10几家小餐饮店，涉案金额高达2万多元。那些商家大多像他预料的那样，怕麻烦怕影响生意，都选择了忍气吞声，花钱了事。他以为我也会一样。没想到我这么轴，直接报警，还把事情捅到了网上。平台在治安局公布案情通报的同一时间，也进行了内部核查。结果显示，王硕这个账号过去1年里发起了高达43次食品安全相关的投诉，每一次都以商家赔款告终，而平台的风控系统对此毫无反应，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听到这些真相的时候，没有愤怒，也没有喜悦，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王硕因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那个不作为的平台也迎来了他的审判。市监局和网信办联合入驻，
对其启动了立案调查。平台第一时间发布了措辞恳切的公开道歉信，向我也向所有被王硕敲诈过的商家公开道歉。他们撤销了对我的所有处罚，退还了扣除的保证金，并且对我个人以及其他受害商家进行了10倍的赔偿。我的店铺外卖权重被调到了最高，首页置顶推荐，流量补偿给的足足的。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有媒体记者，有 MCN 机构，还有想找我做加盟的。我的小店彻底火了，店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我炸鸡的手几乎没有停过。老顾客们都回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好样的。很多新顾客是看了我的直播，从城市各个角落专程赶来的，他们不说别的，就要一份正义的炸鸡。我把平台赔偿我的钱，连同这几天营业额的一部分都拿了出来，联系了所有被王硕敲诈过的商家，把钱分给了他们。我还建了一个小商家维权联盟的群，把我的经历、搜集的证据、学到的法律知识都分享在群里，告诉他们以后谁再遇到这种事，别怕，我们一起扛。事情平息后，我婉拒了所有的采访和加盟邀请，我给店里放了3天假，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庆祝，我只是想好好睡一觉。这几天我太累了。3天后，我的老陈炸鸡店重新开张，店门口多了一块牌子，上面贴着市监局的卫生检查合格告知单，贴着治安局的案情通报，还贴着平台的那封道歉信。我不是为了炫耀，我只是想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每一个走进我店里的人，这家店是干净的，这家店的老板是清白的。我的炸鸡店生意比以前翻了1倍，我更忙了，但也更安心了。我依然每天坚持换新油，用最新鲜的食材，把后厨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锃亮。我在打包处新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正对着打包台。每一份从我手里出去的炸鸡都有他自己的身份证。平台因为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改，他们优化了投诉处理规则，上线了恶意投诉甄别系统。对于那些有多次敲诈勒索记录的职业差评师，直接封号，永不解禁。他们不再一味的偏袒顾客，而是给了商家申诉和对峙的渠道。市监局也在我们这个区域组织了好几次餐饮行业的普法宣传，教我们这些小老板如何防范恶意投诉，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我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炸鸡、出餐、打扫卫生，忙碌但踏实。偶尔有新来的顾客会好奇地问起那件事，我总是笑着指指墙上的那块牌子。1年后，分店开张，还是叫老陈炸鸡。我没搞什么隆重的仪式，就放了一挂鞭炮，炸得满地红纸屑。徒弟小李穿着和我一样的白大褂，胸前别着老陈炸鸡的工牌，站在柜台后面，紧张的手都在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慌，就跟平时在总店练的一样。他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对着第一个客人露出了一个有点僵硬的笑容。其实开分店这个事，我犹豫了很久。很多人劝我搞加盟，说那样来钱快，躺着就能赚钱，我没同意。说白了，加盟这东西，我管不住别人的手，也管不住别人的心。万一哪个加盟商为了省钱，用了不新鲜的肉，或者不换油，砸的是我老陈炸鸡的招牌。这招牌是我用8年时间，一块一块炸鸡炸出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所以最后我决定分店自己开，店长用我带了3年的徒弟小李，这孩子跟我一样，实在肯干，眼里有活。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做餐饮，良心是第一位的。分店刚开的那1个月，我几乎天天2头跑。早上5点先去总店备料，看着第一批炸鸡出锅，然后骑电动车去分店，盯着小李他们操作，哪里不对就及时指出来。中午饭点2边忙，经常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晚上等2家店都打烊了，我还要一起打扫卫生，盘点食材。回到家经常都凌晨1点多了，倒头就睡。老婆心疼我，说你不要命了。我笑着说没事，年轻的时候比这还累都扛过来了。其实我心里清楚，我是怕分店出一点差错，怕对不起那些信任我的顾客。那天下午，我正在总店炸鸡腿，手机突然响了，是小李打来的，声音都带着哭腔。师傅，不好了，出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漏勺差点掉在地上。我问他怎么了，慢慢说。他说有个顾客在炸鸡里吃出了头发，要求赔偿500块钱，不然就投诉到平台，还要发抖音。我让他别慌，先把顾客稳住，我马上过去。我关了火，跟店里的伙计交代了几句，骑上电动车就往分店赶。到了分店，我看见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正坐在桌子上，翘着2郎腿，嘴里叼着烟。桌子上放着一份吃了一半的炸鸡，一根黑色的长发缠在炸鸡上。小李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走过去，先给那个小伙子递了一根烟，他没接，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你就是老板？我说是，我是陈默。你们家炸鸡怎么回事？里面居然有头发，太恶心了！我现在胃里还不舒服呢。我没跟他争辩，先拿起那份炸鸡看了看，那根头发很长很黑，明显是女人的头发。我店里所有的员工，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要求把头发扎起来，戴上帽子。小李是个寸头，分店的2个女员工也都是短发，而且都戴着帽子，根本不可能掉这么长的头发进去。我心里已经有数了，但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说，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份炸鸡我给你免单，再给你重新做一份，另外再赔你100块钱，你看怎么样？他一下子就炸了，从桌子上跳下来。100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告诉你，没有500块钱这事儿没完，不然我现在就投诉到平台，让你这家分店刚开就关门。我看着他，
心里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觉得有点可笑。跟王硕比起来，他这点手段实在是太拙劣了。我指了指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兄弟，我们店里全程都有监控，从炸鸡出锅到打包，再到你拿到餐品，每一个环节都拍得清清楚楚。要不我们现在就调监控看看，这根头发到底是怎么进去的？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眼神开始躲闪。监控是你们自己的，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我不信。我没跟他废话，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治安局的电话。喂，帽子叔叔吗？我要报警，有人在我店里敲诈勒索。他一听我要报警，立马就怂了，一把抓起桌子上的炸鸡扔到了垃圾桶里。算我倒霉，真是晦气。说完转身就想走，我拦住了他。等一下，你还没付钱呢。给你，拿去买药吃。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他走了之后，小李松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师傅，刚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真的是我们的问题。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不要慌，首先要相信自己，我们的卫生没问题，就不怕别人讹诈，然后第一时间调监控，保留证据。如果对方胡搅蛮缠，直接报警，千万不要想着花钱了事。你越是妥协，他们就越是得寸进尺。小李点点头，说我记住了，师傅。从那以后，小李成长得很快，再遇到投诉，他都能自己冷静处理了，再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慌慌张张的给我打电话。我也终于能稍微松一口气，不用再天天两头跑了。后来，我的小商家维权联盟群越来越大，从最开始的10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个人，群里什么商家都有，开早餐店的，开奶茶店的，开面馆，开烧烤店的，大家都是小本生意，都被恶意投诉敲诈过。我们在群里分享经验，互相帮助，谁遇到了麻烦，只要在群里说一声，大家都会想办法帮忙出主意，有时间的话还会过去现场帮忙。那天早上，群里的张姐发了一条语音，带着哭腔。张姐是开早餐店的，就在我总店附近，卖豆浆、油条、包子，人特别好。我早上经常去她那里买豆浆。她说有个顾客在她的豆浆里喝出了蟑螂，要求赔偿1000块钱，不然就砸了她的店，还要让她在这片混不下去。我一看消息，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叫上群里几个有空的商家，一起往张姐的早餐店赶。到了张姐的早餐店，我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壮汉正站在店里骂骂咧咧，张姐和她老公站在旁边，吓得不敢说话。桌子上放着一碗喝了一半的豆浆，一只死蟑螂浮在上面。那个壮汉看见我们来了，更加嚣张了。怎么叫人来打架？我告诉你们，今天不给钱，谁都别想走。我没理他，走到张姐身边，问她怎么回事。这个人早上来买了一碗豆浆，喝了一半就说里面有蟑螂，然后就开始闹。我看了看那碗豆浆，又看了看店里的环境。张姐的早餐店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操作台每天都擦得锃亮，食材也都是新鲜的。别说蟑螂，我连一只蚂蚁都没见过。而且豆浆都是现磨现煮的，滚烫的豆浆里怎么可能有活蟑螂？就算是死蟑螂，煮了那么久，也早就烂了，不可能还这么完整的浮在上面。我心里清楚，这又是一个来敲诈的。我走到那个壮汉面前，说：“兄弟，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1000块钱少1分都不行。1000块钱可以给你，但你得跟我们去治安局走一趟。只要你能证明这蟑螂确实是从我们豆浆里喝出来的，别说1000、10000我都给你。他一听要去治安局，立马就急了。我凭什么跟你去治安局？你们耽误了我的时间，赔偿我精神损失费是应该的。你不去也行，那我们现在就调监控。张姐的店里也装了监控，正对着操作台和餐桌。我让张姐把监控调出来，看看这碗豆浆从盛出来到她喝的全过程。监控画面很清晰，张姐盛豆浆的时候，碗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她端着豆浆走到桌子边，坐下来喝了2口，然后趁没人注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把里面的蟑螂倒进了豆浆里，然后就开始大喊大叫，说豆浆里有蟑螂。铁证如山，那个壮汉再也嚣张不起来了，脸涨得像猪肝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直接拨通了治安局的电话，没过多久，帽子叔叔就来了，看完监控，直接把那个壮汉带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人就是欠收拾。张姐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她说要是没有我们，她今天肯定就只能花钱了事了。1000块钱，她要卖多少碗豆浆才能赚回来啊？我说不用谢，我们都是小商家，就应该互相帮助。以前我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也是孤立无援。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联盟，就再也不用怕那些敲诈勒索的人了。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小商家加入了我们的维权联盟。我们不仅帮大家处理恶意投诉，还会定期组织培训，教大家怎么安装监控，怎么保留证据，怎么和平台沟通，怎么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市监局也很支持我们，经常派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讲课，讲食品安全法，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遇到恶意投诉该怎么处理。后来我们还和市监局建立了联动机制，如果有商家遇到恶意投诉，只要证据确凿，市监局会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帮商家澄清事实，还商家一个清白。平台那边也在不断的优化投诉处理规则，他们采纳了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比如商家可以上传监控视频作为申诉证据，平台会在24小时内进行审核，在审核结果出来之前，不会对商家进行任何处罚。他们还升级了恶意投诉甄别系统，建立了一个黑名单数据库，只要是在黑名单里的账号发起的投诉都会被重点审核，如果发现是恶意投诉，直接封号，永不解禁。而且还会把这些人的信息同步给其他外卖平台，让他们在整个行业内都无法再进行敲诈勒索。虽然平台做了很多改进，但还是有一些漏洞，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的钻空子。那天群里的一个开奶茶店的小姑娘遇到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有4个顾客一起在她店里点了4杯奶茶，喝了之后都说肚子疼，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急性肠胃炎。
他们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要求小姑娘赔偿每人5000块钱，一共2万块，不然就投诉到平台，还要告到法院。小姑娘吓坏了，在群里哭着说她的奶茶绝对没问题，所有的食材都是新鲜的，制作过程也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几个联盟的负责人赶紧过去了解情况。我们先看了店里的监控，从奶茶制作到打包，再到顾客拿到奶茶，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又检查了店里的食材，也都没有过期变质的情况。那为什么4个人喝了奶茶都会得急性肠胃炎呢？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一个开药店的商家提醒我们说，会不会是他们自己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故意来讹诈的。他说现在有很多人会提前吃一些能引起肠胃炎的药，然后去餐厅吃饭，再去医院开诊断证明，以此来敲诈商家。我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我们找到了给那4个顾客看病的医生，医生说他们4个的症状确实是急性肠胃炎，而且症状都差不多，都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我们问医生有没有可能是吃了药物引起的，医生说有可能，有些药物确实会引起类似急性肠胃炎的症状，但是从他们的检查结果来看，无法确定到底是饮食引起的还是药物引起的。我们又去查了那4个顾客的就诊记录，这一查出了问题。我们发现这4个顾客在过去的半年里竟然在同一家医院因为急性肠胃炎就诊了10几次，而且每次就诊之后都会有商家给他们转账赔偿。很明显，这是一个专业的敲诈团伙。我们把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都交给了治安局，治安局非常重视，立刻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治安局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底细。这个团伙一共有5个人，4个负责去敲诈，1个负责在医院里接应。那个负责接应的人竟然就是给那4个顾客看病的医生，他和这个团伙是亲戚关系。每次他们来敲诈，他都会给他们开急性肠胃炎的诊断证明，然后他们就拿着诊断证明去要求商家赔偿。很多商家因为怕麻烦，怕影响生意，都选择了花钱了事。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敲诈了20多家商家，涉案金额高达20多万元。真相大白之后，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部被治安局抓获了。那个违规开诊断证明的医生也被医院开除了，并且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奶茶店的小姑娘终于洗清了冤屈，不用再赔偿那2万块钱了。她激动地哭了，说要是没有我们维权联盟，她的奶茶店肯定就开不下去了。这件事之后，我们维权联盟的名气更大了，很多其他城市的小商家都慕名而来，想要加入我们。于是我们又建立了几个分群，帮助更多的小商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2家炸鸡店生意都越来越稳定，总店的老顾客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吃了很多年的，分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都喜欢来我这里买炸鸡。小李把分店管理得井井有条，根本不用我操心。我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累了，每天只需要去店里转一转，看看情况就行。剩下的时间我可以多陪陪老婆和孩子。我儿子那年上初中了，学习成绩还不错，有时候放学他会来店里帮忙，擦擦桌子，收收碗，或者在柜台帮客人点餐。很多老顾客都认识他，经常跟他开玩笑，说小陈老板，以后你是不是要继承你爸的炸鸡店？他总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有一次我问他以后想不想开炸鸡店，他抬起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想我要像爸爸一样开一家干净的炸鸡店，让所有人都能吃到放心的炸鸡。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摸了摸他的头，说好，爸爸支持你。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儿子继承我的炸鸡店，我希望他能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不用像我这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一身油烟味。但是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也不会反对，只要他能记住，做餐饮良心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顾客就够了。那天晚上2家店都打烊之后，我和小李坐在总店的门口喝酒，我们买了一些凉菜，还有几瓶啤酒。月亮很圆，照在地上一片银白。小李喝了一口啤酒，说师傅，真没想到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说是啊，我也没想到，1年前我还差点因为王硕那个混蛋把8年的心血都毁了，现在不仅开了分店，还帮了那么多小商家，想想就跟做梦一样。小李说，师傅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把你当成偶像，说你是小商家的守护神。我笑了笑，说我哪是什么守护神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炸鸡店老板，我只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像我当初那样被人欺负了还无处说理。小李点点头，说师傅你说的对，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不仅要把炸鸡做好，还要帮助更多的人。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我们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聊过去的辛苦，聊现在的生活，聊未来的打算。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后来市监局邀请我们维权联盟一起参与制定餐饮行业防范恶意投诉指南，我们把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都写进了指南里，包括怎么安装监控，怎么保留证据，怎么和平台沟通，怎么报警，怎么起诉等等。市监局把这本指南印发给了全市所有的餐饮商家，还组织了很多场培训，让大家都能学习到这些知识。从那以后，我市的餐饮行业恶意投诉事件减少了很多，很多小商家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遇到恶意投诉就只能忍气吞声花钱了事了，他们学会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平台那边也和我们维权联盟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每个月我们都会和平台的负责人开一次会，反馈商家遇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平台也会及时调整规则，优化系统，尽量做到公平公正。虽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那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一个陌生的地址寄来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面锦旗，还有一封信。锦旗上写着商家卫士正义化身8个大字，信是一个外地的小商家写的，他说他看了
了我的新闻之后，深受鼓舞。前段时间他也遇到了恶意投诉，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花钱了事，而是按照我们指南里说的方法，收集证据、报警，然后向平台申诉，最后成功的洗清了冤屈。那个恶意投诉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说非常感谢我，如果不是我，他的店肯定就开不下去了。他还说他也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小商家维权联盟，帮助更多的人。我拿着那面锦旗看了很久，心里暖暖的。我没想到我做的这么一点小事，竟然能影响到这么多人。后来又有很多人给我寄来感谢信和锦旗，我把他们都挂在了总店的墙上，和市监局的卫生检查合格告知单、治安局的案情通报、平台的道歉信挂在一起。很多顾客来店里吃饭，看到这些都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会简单的跟他们讲一讲当年的事，他们听了都会竖起大拇指，说我做得对。现在我的老陈炸鸡已经开了第3家分店了，还是我自己开的，店长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他们都跟我一样，坚持用最新鲜的食材，每天换新油，把后厨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还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去市场挑选新鲜的鸡肉，然后去店里看着第一批炸鸡出锅，闻着那熟悉的香味，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有人问我，你现在已经赚了不少钱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我说，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那些信任我的顾客，为了那些跟着我一起干的徒弟和伙计，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小商家，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一直把炸鸡店开下去。我要让更多的人吃到干净、放心、好吃的炸鸡，我要让更多的小商家不再被恶意投诉敲诈，能够安心的做生意。